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在美好和世俗的极限拉扯中，博君一肖该何去何从？只要对肖战、王一博二人有所了解的人，这个问题就一定绕不开。那我今天就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如鲠在喉，不如一吐为快。那就将本文命名为在美好和世俗的极限拉扯中，博君一肖该何去何从？这其实是个只能二选一的矛盾对立题。若说美好，只要是地球人都不得不承认，博君一肖堪配此二字。一惊为天人的颜值，肖战身姿卓绝，玉树临风。曾经有句戏言：大海呀，全是水；肖战呐，全是腿，或可见一斑。再细观其面，顾盼生辉瑞凤目，神采飞扬朗星眉，令人见之忘俗，荣膺亚太第一美艺术实至名归。而王一博自小练武出身，身形俊拔，头小肩宽大长腿，黄金比例，更是不遑多让。其面如冠玉，肤如凝脂，清冷金贵，这样的就问谁看了不倒吸一口凉气？此子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？这二人的颜值单拿出来一个，都艳冠群芳，更遑论比肩而立，这不是美好加倍是什么？二独占鳌头的实力。如果光有颜值，亦会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般，沦落为摆设，迟早被时光抛弃而淹没无闻。但其就其在二人能够历经娱乐圈残酷的大浪淘沙而不倒，靠的居然不是颜值，而是实力。以肖战论，大龄出道即巅峰，先不去说他所塑造的那些可圈可点的荧幕形象，但就说一个没受过专业表演训练的人，居然敢去话剧舞台上一较高下，而且还得到一众前辈的诚挚认可。其早前演唱的歌曲《光点》，经历岁月打磨依然璀璨，登顶全球热播榜，其强劲势头不减反升。而有多少人是奔着王一博看的街舞，是因为王一博喜欢上的街舞？两届冠军，无数大神山呼海啸般奔赴一波王炸，王一博的街舞实力毋庸置疑。转战大荧屏的王一博，亦不负众望。蒋先云的回眸一笑，陈宇的炸裂台词，长空之王的舍生忘死，无名里的波诡云谲，其表演张力一次又一次惊艳，表演质量一次又一次飞升。这二人单独拎出来一个已然各自为王，那合体更是天下无双，这不是美好是什么？三一世独立的高洁。我一直认为肖战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，一夜成名，又一夜成鬼。他见识过这世上最迷醉人的繁花似锦，烈火烹油，亦尝遍这世上最无情无义的翻云覆雨，世态炎凉。多少人在荣与辱的与失之间癫狂跌倒挣扎，乃至覆灭，但这些于肖战，仿佛眼前掠过的景，耳畔刮过的风，仅在转瞬之间，就将其消化于无形，而又重归人间烟火气。对名与利，如此的拿得起又放得下，这样的心胸气度，我不得不点上一个大大的赞。不撒谎，始终面对本心，这是多少人心向往之的生活理念，但施行起来，又令多少人望而却步。而这一切却让王一博 24K 纯金的继承并且贯彻下来，特别是面对真金白银实打实的诱惑或者泰山压顶的绝对碾压之下，仍能保持本心，实属难能可贵。此二人都在娱乐圈这样的名利场里摸爬滚打，但却从始至终保有自己人格的独立以及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义，
这样的高洁，存在一个已是不易，何况现在居然加2，这不是美好是什么？4不可思议的玄幻。博君一肖还有一个别名叫95天选，说是在他们初相遇的时候，就有大师给出他们95分的命中注定。就像2人的荧幕经典形象魏无羡和蓝忘机，这与屏幕背后的人生际遇该有多么的相似，以至于你都分不清是肖战借着魏无羡演绎自己的人生，还是蓝忘机靠着王一博传递自己的全深情。而像那些明晃晃的数字，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时间节点登场，你说一次合拍是偶然，但几乎次次契合，再说偶然怕是难以服众了。你若说2人不懂那些数字的寓意，这连我都不信。既然明白一切还要去做，那就是有意为之而必定心有所指了。还有各种的撞衫、撞饰品、撞工作人员，你若说那是男士服饰少，亦或工作人员不敷分配，我也不便争辩。但就以14亿人口大国的体量，几件衣服几个人员在偌大的娱乐圈也能撞个盆满钵溢，这样的巧合有多大几率？而更加玄幻的是，种种巧合吵得沸沸扬扬，却自始至终不见2人有只言片语的澄清。即使肖战的几番告黑胜诉，亦从未有对于博君一肖的指责挞伐。而王一博作为高效专业的反矫情达人和辟谣小能手，亦未见其对博君一肖有些许怨怼解释，这样就不得不让人有所联想了。好奇心乃是人类探索并且改变世界的一大法宝，对于这种雾里探花水中望月的朦胧之意，人们的好奇心反而愈加强烈，从蛛丝马迹中寻究真相，从扑朔迷离中回溯本源，人人都变成福尔摩斯，这也未尝不是一桩美好。但再多的美好，却都抵不过现实世俗。毕竟95天选那冰冷的5分，就给了世俗。因为在世俗的考量里，爱情是个表示范围的名词，只能存在于异性之中。像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，这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的另一主角是君，一指男子。像东家有贤女，自名秦罗夫，这是面对土豪追求时羞答答的婉拒之词等。每一份爱情都如此的荡气回肠，但却只对异性才会唱出爱的颂歌。博君一肖如此美好，但他们却有一个最大的鸿沟，2位帅锅。对于的爱，我最初是反对的，就像走在大街上看到腻歪一起的2人，男不男女不女，属实反胃。但后来从书上读到白先勇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白崇禧的爱子，却能够无畏的公开他与王国祥的恋情，38年不离不弃。还有哥哥张国荣与唐鹤德，今年哥哥的忌日，远在海外的垂暮之年的唐鹤德依旧发文悼念，虽阴阳相隔，但痴情不灭。我据此渐渐转变了想法，是不是我们需要对爱情有了重新的界定？如果2个人做彼此的仰仗与依靠，激发出彼此的奋斗与潜力，成就彼此的未来与功绩，真心如磐，始终如一，心意相通，灵魂契合，相依相伴，不离不弃，即使只要足够美好，携手一生，又有何不可？我们的时代在进步，我们的思想也在前行，不囿于表现形式，而专注其精神内核，这也许就是如今这个开明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注解了。其实，对于博君一肖，我最想说的，我是不在乎你们是什么感情的，毕竟那是你们的私事。但作为从2019年那个炽烈的夏天就喜欢上你们的粉丝，还是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做一辈子相知之人，知其人知其心。
不管什么时候回头，都知道那个人一定就静静地站在你身后，静静地接住你，然后说：放心，我一直在。在美好和世俗的极限拉扯中，只希望博君一肖尊重本心，循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指引，珍惜这份天赐之缘，珍重这份热血丹心，珍爱这份无暇美好，不负少年意气，不负人间美好。于我而言，足矣，足矣。所以，你们就好好过吧。但在此，我要着重声明，我不是就此认同的恋情，那些真正能带给人前行力量的，给人以美好启迪的，暂且在我考虑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但那些搔首弄姿、以丑为美、以肉欲博眼球的所谓前卫之人，还是就免了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